Hello，大家好，今天继续跟大家白话，听老王瞎白话，清醒一整天。书归正题，上一次讲到王永洪傻逼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宿州唐市长那个时候他刚刚升格地级市不久，在整个的安徽序列里排到最后一名，相当于他也是警察局局长，但是他是大屿山警察局局长，属于黄四儿，在西九龙失去了油尖旺的肥缺，得罪了总警司，被发配到大屿山守水库。这个安徽宿州市呢，其实他应该读徐州。宿州市长唐承佩呢是个工业干部，他呢不懂房地产，才认为王永洪很有实力。否则的话，只要懂房地产的，看完王永洪就知道他项目了14张牌，死定了。但是呢，大财靠命。王永洪虽然不懂房地产，但他阴错阳差，在完全懵懂的时候，用他卖加油站积累的第一桶金，全力以赴借着高利贷囤到了长宁平房乡的那一块1000亩土地。那一块土地是王永洪这一辈子飞黄腾达的100%的原因，除了那一块土地，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人飞黄腾达也好，其实就是在那个关键时间点上，上帝给你送过来的命运，你能不能抓住？而且上帝给你送过来的命运，其实有的时候你并不能意识到它是命运，你可能还以为这是一次挫折。比如说王永洪当时囤了平房乡那块地，他就以为是挫折，他搞出来个非中心，盖了80到100栋的一期，全都盖好了。但是你想想，他哪有钱付给建筑队呀？他欠了人家的钱，根本没法还人家。他贷了高利贷，付了点政府的地钱，其他的钱全是老百姓话叫拉的饥荒。所以王永洪那时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打牌14张，正在东张西望找寻人生方向的时候，这时候单大伟把他介绍给我了。我那个时候也是年轻气盛，急需找一个房地产公司完成借壳上市，大赚一笔。我去忽悠秀水街的老板张总，张总现在就在温哥华。王永洪见了唐市长，唐市长看了他的楼盘，觉得他好有实力，在北京市居然盖出来了这么多的房子，哎呀，放到我上市公司里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但是唐市长呢，拿糖就跟王永洪开了个价，1个亿的定金，没有1个亿定金不给你谈。那王永洪没有怎么办呢？来找我商量，救场壳搞定了，停牌都停了，现在市长放了个话，要看我的实力，1个亿的定金。这时候呢，正好我颐和资本当时顺风顺水的时候，跟另一个机构在进行战略合作。颐和资本向另一个机构输送人才及案例经验，给他提供枪炮弹药，他给颐和资本提供广袤的舞台。这个机构就叫建银国际。建银国际是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投资银行部。以前呢，建银国际开办在香港，它对标的是中国银行的中银国际。所以建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呢，也在香港搞了一个窗口的投资银行单位，叫建银国际。建银国际的香港公司呢，在我认识王永洪之前就已经开办了，但是运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相对独立，无论用的人才还是经历的市场，都是香港的资本市场，与大陆的 A 股资本市场呢并无关联。也就是说，香港建银国际并没有做中国大陆的任何生意。而且香港建银国际的老板叫胡章宏，跟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就是原来计财部总经理调过去的王贵亚不对付。王贵亚是中央军黄埔军校校长的话，那哥们儿是奉系或者贵系的李宗仁，他是强翻，他根本不尿北京总行这边的所谓的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人家给的是建总行一把行长的面子，谁去出任香港建银国际董事长总经理，也不是你投资银行部总经理说了算的。所以他是不服他，根本不买他的账。那当时的建总行一把行长要搞中国区的建银国际，那自然就会让建总行的投资银行部的总经理来筹组。王贵亚就像我说的，计财部的总经理，他调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之后，他是2眼一抹黑呀，就相当于
陆军的军长忽然让你投组空军，你他妈上哪儿懂啊？你还连飞机都没有摸过呀！贵亚就是连飞机都没有摸过，所以他当时就通过我们上面的朝廷，那是一个红色家族的核心血脉二代，他通过他就认识了我和我的集字营，和当时翟山鹰带着他的山字营，我们当时呢就投靠了这个红色大哥，组成了这么一个颐和资本。颐和资本当时选的办公地点就在长安兴隆中心，北京长安街南边，磁器口北边，它是建设银行当时的新总行总部所在地。建设银行总行主要的几个赚钱的大部门和行领导当时都搬到了长安兴隆中心，刚刚盖完，建行整体给它买下来了。我们的那个上面的朝廷就让我们颐和资本干脆也在那儿弄一层，建行在这边，颐和资本在那边，但是双方的关系密切到我可以随便用他们的办公室，我就用这个办公室拯救的张卫星。当时我在推特上写过，张卫星做高德黄金破产之后，他的债务重组就是在我颐和资本用建总行的会议室做的，要不然他的债主会杀了他的。这是另一个坑啊，又挖一个坑。接着我们讲书归正传，我们讲王永红和王贵亚结缘的故事。王贵亚拿到我颐和资本核心案例之后，对上市公司重组及 IPO、Pre-IPO 入股充满了信心，因为他有的是钱，建行所有的理财产品他都可以给投资银行部及建银国际中国公司设计，也就是说他只要有融资需求，他根本不用找第三方，他直接就从他建行的各个地方分行的窗口直销网点直接就把钱融来了。而他设计的理财产品，投资银行类的理财产品，我当时给他拿出来的第一版方案是可以给投资者12%年化利息的。弟兄们，12%，2004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嘣1秒钟就没有。所以王贵亚特别聪明，把12%直接扣了一半，6%留到了建银国际自己的小金库里，剩下的6%放到网点上去。即使这样，也是一抢而空，根本到不到老百姓手里，在各个支行、分行的行长内部消化掉了10个亿，5分钟消化掉了，年化收益5.8%。建银1号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建设银行在大陆范围内发行的第一个面向投资银行上市公司重组类的理财产品，其理财对象10个亿中的4个亿就是我给王永红找的那4个亿。因为我知道王贵亚正在设计建银1号，丫没有东西，钱来了干什么？他没有，他必须要找一个完全不会失败，肯定能成，又有足够高的亮点业绩这么一个项目投进去。这样的话，王贵亚的这个位置才能坐牢坐稳。话说回来，我把王贵亚跟王永红传到一个小屋里，互相见面引荐。第一感觉，王贵亚对王永红的印象一般般，因为王贵亚是建行的投资银行部老板。建行是什么地方？做房地产开发贷那是太熟了，所以王贵亚肯定要打电话问他的那些北京分行的朋友们，那个王永红那非中心有戏吗？那不用说了，反馈肯定都是哇，那是个傻逼啊，那是个愣头青，哎呦，完了，一动也卖不出去，肯定都是这么说的。所以王贵亚当时就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我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王永红就问我说：“王贵亚迷信吗？”我说：“挺迷信的，因为共产党的官员或者国企干部他没有不迷信。”永红说：“那就好办，我他妈给你弄一个王牌，一定能拿下他。”他请来了王林。说王永红跟王林是什么关系？算是半个本家的关系，所以他一打电话他就来，一打电话王林必须来。这个关系不是一般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俩是同乡，而且都是江西萍乡人。王林真的买张飞机票就来了，带着2个童男童女2个小学徒。我给他安排昆仑饭店1425房间，这房号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一会儿我告诉你。14楼，了解我的老推友知道，昆仑饭店是我的福地，我所有的事儿都在昆仑饭店谈，是北京老炮在城北玩的一个重要据点。后边的背景我就不说了，但是那个地方绝对安全，另外呢也绝对不安全啊，你们懂的。
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你也不需要懂。王林到北京，先去的建行，长安新生中心。王林在这个桌上刚一落座，就开始使小戏法，都是那个比较简单的了。开始，比如说王贵亚坐这儿，王永红坐这儿，我们吃那个佛跳墙，有那个汤勺，他拿起来王贵亚的汤勺，就这样一捻，那个汤勺呜就软了，跟糖稀一样。松开手之后，我还能看见香乐晴那个汤勺上有他的指纹。那大家说变魔术他是不是提前准备了个汤勺？绝不是，因为那个汤勺香乐晴的那个汤勺，那王林也不可能坐个飞机提前把香乐晴汤勺准备好。而且在香乐晴吃饭是王贵亚请客，建行请客，建行定点的在香乐晴，都那顿饭都不是我安排的，王永红也不知道提前要在那儿吃饭，所以不可能提前准备汤勺。这个东西就是存在的。你看那个 Matrix， 就是黑客帝国就有这个细节，尼奥进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边有好多小孩正在培养超能力，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拿一个勺，尼奥就也拿这个勺想练，然后那小孩说你想他没有勺子他就弯了，尼奥搓了半天那勺子也弯不了，一模一样。哎呦，这只是刚刚开始。然后呢，张传斌不行，张传斌是什么人呢？是王贵亚的铁杆马仔，左膀右臂。你百度或者谷歌张传斌建银国际，你又能得到很多很多故事。他进去了，他出事了。王林给大家辩说，我可以让我的气血随意的运动，你们看着啊，我让我所有的血液流到我左半脸、左半身，而我的右半身不会。一会儿王林这儿就像一个棱一样，左半的脸是通红，就像喝酒完全喝醉的那种红，右边就像死人一样是白色的，他做成这样。然后呢，张传斌不是不信吗？张传斌，你去站在那个桌子那边去，你扭过去。张传斌扭过去，背对着桌子。王林还在自己那个座位上坐着，这么对着张传斌的后背影来了3下，他们俩离着至少5米远，因为隔着一个大桌子嘛。然后王贵亚说：“您在干什么？”因为当时我们都怕王林隔空拍死张传斌，因为大家都害怕了。然后说你扭过来吧。贵亚说：“传斌，你刚才感觉到什么？”我感觉到他拍了我3下啊！真的没有人拍他，真的没有人拍他。这个时候大伙儿的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这里边还有一些小的戏法，我就不多讲了，你们都从网上看到。吃完饭，大家一起去昆仑饭店王林的房间。这一路上，王永红就来劲了，开始打电话摇人。摇来谁了呢？摇来了吴官正的生活秘书。生活秘书的老婆2口子，唐市长和秦秘书长，摇来了这4个人。因为唐市长当时没走，在北京等着呢。这么几个人到房间聚齐，一大屋子人。生活秘书露了个头，下午首长找他有事，他走了。他那个哈尔滨籍的特别漂亮的美女，特别漂亮。老王当时30岁吧，也就，哎呦，那个美女就坐我旁边，哎呦，搞得我心猿意马的，一起看王林变魔术。在1425是个套间，商务套房。中间呢有一大桌子，大家围着桌子坐下了。王林呢就拿了一个杯子，就是昆仑饭店房间里的白色茶杯子，他拿那个旁边那个餐巾纸啊，他盖到了那个杯子口上。然后第一个就问我，他说：“小王总，您平时喝酒吗？”我说：“当然喝了。”他说：“你喜欢喝什么？”我说：“我喜欢喝茅台，白的我喜欢喝。”他说：“好。”看口中念念有词，对着那个画了一个10字。我就看见那个白色的餐巾纸冒出来了一股哈气，然后他一拽这个纸，满满一杯的白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那个酒杯就在我的面前，一杯白酒，然后叫他的小徒弟多找几个杯子，然后就小徒弟去里边的冰箱和厨子里边拿了很多杯子出来，每个人面前放了个杯子，哗，把他的空杯子里边那个白酒倒到了我的杯子里，满满一杯白酒，香香的。下一个就是那个哈尔滨大美女，王林一见了美女，啪，眼睛就亮了。你喜欢喝什么？美女说：“我喜欢喝红酒，我喝不了白的。”好吧，我给你变红酒。他没费劲啊，还是他这个杯子，就当着，大概就这个距离，我眼睛，他的杯子，美女就这个距离。红酒来，他说红酒来，我看着那个红酒在他的白色瓷杯里出来了，就我肉眼看着凭空出来，倒了一大杯红酒给美女。然后下一个唐市长，唐市长那时候已经傻了，完全傻了。唐市长，你要喝什么？我也有白酒，
白酒来一杯，秦秘书长白酒来一杯，王贵亚白酒来一杯，全傻了。王永红那时候嘚瑟，哎呦嘚瑟，真的是白酒，还真的是酱香味儿。变完开始弄蛇，王林说：“哎，我们应该先变蛇后变酒的，因为蛇怕酒，这个我要费很大的功夫的。”让他的小徒弟去昆仑饭店后厨借了一个大铁盆，就是饭店房间那个咖啡杯下边那个小托碟，放在地毯上，又拿餐巾纸做了一个鸟儿，然后打火机打着那个鸟儿，就像一个香一样，放到小碟上，拿大盆一扣，然后围着走，念咒，走，念咒，隔空话进就进去了，就问那个美女。美女，你喜欢什么小动物？美女之前没看过王林表演，说我喜欢小白兔。好啊，那你伸手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小白兔来。那美女没上当，得亏没伸手进去，因为里边全是蛇，我们也都不敢伸手，就觉得这事儿挺悬，他不可能真有蛇吧？王林怕我们怀疑他可能职业素养很好，因为经常可能有人怀疑他变之前脱了个大光膀子，就穿着个小短裤，光这个大膀子可热闹了，有人来疯的样子。他自己伸手进去，咵拽出来一条蛇，哎呦，那个就是那种草蛇。我他妈那时候傻逼，离他最近，伸这个头，他咵就当个项链挂这儿了。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特别怕蛇。北方人没有弄过蛇，哎呦，黏黏的、凉凉的挂在那个脖子上，我一动都不敢动。那蛇信子，我一动都不敢动。然后他就一条搁一个人脑袋上挂一个，搁一个人脑袋上挂一个。到那个大美女没给他挂，因为美女已经蹦到桌子上去了。所有的男士，从王贵亚到唐市长，每个人脖子上都有蛇，有的有1条，有的有2条，我他妈有3条，吓死我了，一动都不敢动。玩够了我们，把我们脖子上蛇解下来，那蛇见了它就不动，盘到地下，就地毯上。那蛇你别看在我脖子上的时候啊，还是这样要给我 kiss 一下，但是放到他手里，他盘到地下的时候，就像用草绳盘了个小圆圈一样，那蛇一动都不动。他把蛇一个一个的在地下盘好，然后他揪出来1条，拿那个剪子啪一下就把脑袋给剪了，滋一下蛇血就呲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啊，小动物啊，我们爱护小动物，断蛇脑袋往上一拧，又接回去了。我操，那蛇又活着跑回来，又爬走了。然后他围了个圆圈，围到那儿，那个蛇就跟没被剪过脑袋一模一样。他说我变蛇这个小菜一碟，当时你领导就是我领导李铁映，国家 TIV 主任李铁映，你领导非得要难我，要让我变出个长3尺3寸的蛇。哎呦，那可是费了大劲了，变出了个3尺3寸的蛇，一量一点都不差，所以他才给我写了一个神字。李铁映给王林提了过一个字叫神，那个神的那个左边那个士字旁，他用了类似于蛇的写法。我当时完全相信吸毒欧阳锋是真实存在的，以前是看《射雕英雄传》也以为金庸是胡扯，你看完王林你就知道吸毒欧阳锋绝对是真的是可以招来无穷无尽的蛇。我就问大师，我说你这蛇是不是就附近的呀？他说对，不会太远。他说我告诉你啊，我最难的一次就是去泰国，泰国国王和他的亲属那些王公贵族让我变蛇，他妈的泰国的蛇我没有打过交道啊，上下一般粗，是个圆棍棍，不像我们中国的蛇。我们的中国蛇我伸出去，我一摸我就知道哪边是蛇尾，哪边是蛇头。泰国的蛇我伸出去之后，我把蛇头当了蛇尾，我一摸它，它咬了我一口，那次好危险的。这是王林插科打诨讲故事，他人来疯讲的可好玩了。然后下一个节目隔空写字，他王林有一个画册，哎呦那个特别爱现，王林的各种名人、达官显贵，香港的、印尼的、泰国的、中国的这些领导、富商的呀，这些包括王林什么捐赠啊，什么跟普通老百姓那个穷人搂抱在一起，给小朋友们发书包啊，发什么油啊、肉啊，那些各种照片影集，那是他的一个 marketing 的画册，所有的贵客一人送1本，然后送王贵亚和唐书记这本，他要题字，他可不是我们这样拿手题。他把那本书啊搁到他妈门口，展开啊，上面什么字儿都没有，搁到门口，开一盒放在门口，他拿着自己的钢笔对着那门口写王林，隔空写，然后你打开，墨迹未干，湿淋淋的王林2个字，没有办法解释吧？我在这儿跟你们讲，你们还以为我在讲天书，但是这都是事实。当时就把王贵亚带进了他自己的房间。
单独聊了15分钟。王贵亚从房间里出来，满头大汗，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在里边干什么双休的事儿。出来以后，王贵亚就同意这个项目要做。至于王林到底跟王贵亚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我问过王永红，也问了问王林，王林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项目肯定能成，证监会大概会在哪一天给你批文，你不用担心。那后来呢，王林说的这个时间跟证监会实际批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有钱人是不是都傻？大家听完这些事儿之后，是不是觉得有钱人和有权人都是傻逼呀？什么吴官正啊，什么胡锦涛啊，你们怎么都信这东西啊？不是，王林真的不是魔术，他这个东西叫茅山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北马南茅之说，所谓茅山术就是遇鬼之术，它就是跟鬼神打交道，有户口的叫神，没户口的叫鬼。这个所谓的请神的过程或者运功的过程，就是建立连接的过程。那个时候王林就不再是那个没文化的王林了，所以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之后呢，搬运过来酒水呀，或者搬运过来吃的呀，或者把一个烧坏了的人民币恢复如初啊，穿越时间的东西和穿透空间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难。这不是封建迷信，这是科学。王永红上市的关键环节，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秘密，就是建银国际的那个4个亿，最后拍板王贵亚的下定决心居然是王林搞定的。这个就是老王告诉你们，王林的这种鬼神之术，他自己叫魔术也好，戏法也好，之前叫气功也好，这种鬼神之术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要以为他就是神，他看未来，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他能看得到王永红这个项目的未来，证监会审批的未来，他就能看这么1年半载的未来，但是他也看不到他自己跟邹勇到时候自己在劫难逃的未来。话说回来，王林这种人，你把他这么理解就对了，他就相当于刘德华、周润发，都是某一方面的术业有专攻的人中龙凤。周润发是演戏的香港明星的人中顶级，对不对？所以他有无数的粉丝，你很崇拜他。但是呢，你会觉得周润发能改变你的人生命运吗？你会在什么犹豫不决的事儿请周润发给你指明人生方向吗？你不会。为什么？他是演戏的。王林也是一样，他就是这方面会鬼神之术的，所以小事儿你完全可以问他。看表演、看魔术、会人、摇人，把他们搞定，让他们服你，然后瞬间拉近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让他认认真真的跟你谈合作，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可以形成一个人脉小圈子。你要是问他国运，问他什么10年以后的事儿，他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我老王能看到这一步，马云能看不到吗？陈峰能看不到吗？李冰冰和赵薇可能是真看不到，但是马云是绝对能看到。为什么能看到还要跟着他玩？这些人精实际上是把王林当成一个道具。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学会被别人利用自己，因为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被别人利用，你才有可能释放你的价值，这就叫被利用价值最大化。大家不是想听老王讲讲怎么成功啊，怎么赚钱呀？今天我们就讲第一课的第1节，就是作为一个穷人来说，不要怕别人利用你，被利用价值最大化，心存善念，知道善役者不战的道理。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工作，埋头苦干，甘心被比你能力强、比你气场强、比你资源多的老板也好、领导也好利用，不要抱怨，这是通往你人生成功的第1步。否则的话，你就是既没本事，脾气又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再见。记得点赞订阅啊，记得点赞关注小铃铛。